英国在1964年的时候制作了一部记录希望他能快乐，所以他很小就拥有自己的游戏机，每天都要玩2个小时。相信这是每个小伙伴梦寐以求的童年了。星河清晰记得小时候因为打游戏被揪着耳朵揪出游戏厅的场景，我眼睁睁看着旁边的小孩继承了我未完成的游戏。可能男孩子都比较晚熟，14岁之前直树对自己的愿望比较模糊，甚至上大学也是因为听说上大学很轻松，希望在大学里找到一样爱好。好在大学期间找到了自己的目标，成为一名检察官。他也为自己的目标努力学习，但现实终究是现实，不存在主角光环。他没能通过法律考试，毕业后他去了一家咖啡店打工。上面3个孩子虽说生活并不一路顺风，但至少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，读书上大学。人生7年的拍摄对象中还有2个孩子家境较差。健太作为务农家庭里的一个长子，从小就被教导以后要继承家里的一块3.4公顷的稻田。当被问到是否想当一名稻农时，7岁的他懵懂地回答想。光平的爸爸是陶器匠人，他们家族祖祖辈辈都是做这个的，已经15代了。7岁的光平时常被父亲耳濡目染，他说我想制作陶器，因为我是爸爸的传人。在他们家庭的教育理念来看，上大学是没有必要的。同时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，他们的成绩也可想而知。光平早早就选择了退学。在健太28岁的时候，日本的主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健太家里那块稻田的收入已远远不如当年，而长大后的健太也不想要那块田了，所以他选择去一家工厂当临时工。想要继承祖业的光平也已经厌倦了陶器，但是迫于生计，他没有选择，只能跟着父亲继续学做陶器。13个长大成人的孩子毫无意外地成为了众多普通人中的一员，但生活不会停止，每个努力生活的人也终将会让自己的普通变得不同。由美虽然成为了营养师，但她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，一边做着营养师的工作，一边在周末去东京参加招聘会。就这样持续了1年，她终于收到了东京一家出版社的 offer， 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失业的贵子利用自己的爱好和同事们组建了一个啦啦队，偶尔去喝酒跳跳舞，也不再沉浸在自卑和高压的心态里，整个人都快了很多。直树经过努力已经成为了咖啡店的店长，而他负责的分店在1000家连锁店里销量第1。在这份工作中，他也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，那就是自己开一家店。曾经看不到自己价值的他，眼神里发出自信的光芒。健太在工厂中从小时工做到了合同工，抽空也会回到家里给爸妈帮帮忙。更令人惊喜的是，光平在父亲的指导下，他不但继承了
才能感受到幸福。纪录片里的主人公们，儿童时期都有着远大的梦想，明星、钢琴家、棒球运动员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慢慢的他们意识到自己只是这个社会大环境下的一叶扁舟，只能随波逐流。我们在少不经事的时候，也总是梦想着不切实际的未来。相信很多小伙伴小时候纠结过将来是上清华还是北大，但实际情况是，在全国只有前6%的孩子有机会考取一本，能进211的只有2.14%，能进985的只有0.79%。想进清华北大，你必须进入全国前0.03%。进入到社会也是一样，你会发现找到心仪的工作很难，升职加薪很难，自主创业很难。总之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，生活不会让步，让步的只能是自己。无法让能力配得上野心，就让野心匹配自己的能力。有人说人生经历这3个阶段才是真正的成熟，接受了父母的平凡，接受了自己的平凡，接受了孩子的平凡，接受了平凡，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。人生的每个7年都会对成长有不同的想法，甚至会觉得之前的想法可笑和无知。不过每一次的推倒重建才是成长的真正意义。如果注定无法成为金字塔顶端的人，也不用过于自卑和焦虑，接受自己，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不断进步，用平常心定义成功，实现自我。普通人做好普通事就不普通。小伙伴们觉得呢？我们每一位正在努力的普通人是否值得点个赞呢？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谢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，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星河将不胜感激，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。一个人可以走多远，关键在于与谁同行。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。这里是星河百度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